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开始集中力量来针对中国，而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在亚太地区俨然扮演着美国代理人的角色。在美国进行储蓄力量的准备工作时，日本担起了继续对华施压的重担，开始学着美国的样子，拉拢西方盟友一起来对中国捅刀子。据观察者网报道称，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近日与欧盟领导人米歇尔·冯德莱恩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在会议结束后还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此声明中，日本和欧盟都明确强调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而且还表示出对东海、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将对中国涉港涉疆等问题进行干涉，会对中国进行必要的交流，从而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民主、稳定的世界。对此，我们想说，日本这次真的是太嚣张了，开始明目张胆的在中国眼皮底下拉拢盟友来挑衅中国。虽然说美国一直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涉及台海问题上也一直都是采取模糊战略。然而日本这次却直接拉拢欧盟，公开叫嚣要干涉中国内政，这无疑是在带头给中国下战书，这做法真的比美国还狂。其实要说起日本和欧盟联手针对中国，我们也不是非常意外，因为在这些国家眼里，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感受到压力，所以采取一些打压措施也是意料之中。但是现在日欧做法显然不是简单的打压，他们以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世界为由，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欧盟而言，这个域外组织跟台海、新疆隔个10万8千里，完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想要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完全是对中国反制裁的报复。而日本则是想通过联合盟友对华施压，从而在相关岛屿的主权问题上捞点好处罢了。所以这些国家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是满足一己之私的政治手段而已。所以我国在面对这些利益熏心的豺狼时，也绝对不能心慈手软。正如金灿荣教授所讲，目前中国对这些反华国家的劝说策略已经失效了，苦口婆心的劝导已经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们现在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放弃幻想，并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一味的被动防守只会让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我们只有在被敌人瞄准时先行开枪，才能让他们对中国有敬畏之心。随着中国发展突飞猛进，如今的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美军加剧了对中国的围堵遏制。就目前中美大局势而言，美国是攻势，而中国处在守势。一直以来，美国对待一个新兴崛起国家的态度就是遏制、遏制、遏制。如今，很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采取一般的遏制措施已经不太管用。中国不同于美国之前对付的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似乎就准备铤而走险。最近，美国接连爆出了几个大动作。日前，基于一项军力态势评估报告，美军希望可以在澳大利亚最北部地区部署军事装备。对于此举，美军称之为帮助美国及其盟友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显然，这番话透露出来浓浓的中国威胁论的意味。更为险恶的是，美军将会着重在该地区部署导弹。在美军看来，中国的导弹无法打到澳大利亚北部，而美国的导弹却可以轻松地从这里打到中国领土上来。单从这一言论上看，美国是想在未来中美大战中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单边军事优势。尽管这一计划的更多细节还并未得到落实，但是美军自信满满地表示，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导弹的可能性十分大。而除了即将在澳大利亚的动作外，美国在韩国也进行了一些布局。在美韩最新的一次会议中，美国全面松绑韩国导弹发展。表面上这是对韩国军事布局的调整，但是本质上这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又一举措。我们知道，韩国的军事作战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放宽导弹射程等同于放宽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导弹的射程。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韩国部署的导弹可以直接对准我国内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接连在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导弹上做文章，从各个方向瞄准中国，其背后的居心必定十分险恶。不排除美军已经做好扣动扳机与中国一战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任何摩擦都有可能升级为战争。对此，我国专家金灿荣表示，面对美国的这种恶意，中国只需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放弃幻想，该出手时就出手，必要时可主动出击，攻守是转换，先行开枪。如今的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更有这样的底气。
据美国媒体最新发表的文章可以知道，前段时间拜登大秀美国和崛起中的中国竞争，并没有取得他想要的效果。拜登原本是想要证明美国回来了，同时还想证明美国有实力来打败中国，但是这一套陈腔滥调，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很多受众。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当前美国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上赶着想如何重返月球，再次探索火星，利用的都是与中国竞争的说法。实际上，美国为了各种政策找借口，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儿。拿中国当借口也没有让很多人意外，但是作者指出，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错的。他提出，当今美国宣传对中国的竞争，等于是大喊狼来了。他的童年时听过不少类似狼来了这类相关利用虚假的、莫须有的威胁来操纵人心的故事，只不过这类故事的结局，操纵者往往也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样做有2大坏处，首先就是狼来了喊多了，美国国内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厌恶在听和中国竞争的事情。他利用美国曾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示，实际上美国人对于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关心程度，和他们关心美国与欧洲的竞争是同等程度的。如今的美国频繁地利用中国来当做讨要军费、讨要经费的幌子，让他们怀疑是不是会回到当初冷战时期美国对待苏联那样，重新需要做好付出任何代价的准备，这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其次，作者提出这样做会让中国真正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打败中国真的成为美国之后开展各项活动的完全目的，那么中国也是会予以回击的。事实上，中国的态度已经在之前美国和欧盟试探性制裁中表现出来，中国不怕事，不会退缩，美国不应该将中国一直往敌人的方向推。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他认为的美国应该如何做的想法。他指出，美国应该将国家建造成一个公平、开放和平等的国家，不必去故意增加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敌意。他还提出，在当下世界疫情危机还没有解除的时候，应当和中国展开合作。根据媒体5月29号的报道，日本媒体在前些日子对美国的前方长进行了采访。在这次针对美国前方长的专访中，日本媒体围绕美国的国防问题以及核武器的问题进行了采访，而美国前方长也给出了分析解答，称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比美国和俄罗斯冷战的时候还要高。美国前方长在这一次被采访的过程中戳破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明明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没有削减核武器的数量，仅仅只是在没有增加核武器数量的情况下，更进一步的推进让核武器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他还指出，美国如今消耗巨额资金去发展配备洲际弹道导弹，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的配置还有可能导致偶发性核战争的发生。美国前方长表示，这种配备于地面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很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很容易就会成为引发核战争的导火索。他解释称，一旦收到有导弹攻击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那么美国就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是不是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回击。而如果得到的警报实际上是错误的，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一场错误的核战争。美国前防长表示，据他的了解，美国至今为止已经收到了3次误报了，并称当时的情况紧急且危险。他提出，那时候还处于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时期，突然接到消息称苏联向美国发射了200枚洲际弹道导弹，当然最后证实是错误的消息。而当谈到为什么美国不向世界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时，他把锅丢给了日本。他称，他当美国国防部长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其实是有这样的计划的，但最后这项提案还是被废止了，因为美国的同盟国对此强烈反对。他这里所指出的就是日本，还称在美国和日本的会谈上，日本曾经明确表示过对于这件事的反对，称是因为日本需要美国核武器的保护，所以美国才没有办法放弃对核武器的使用。但是熟知美国的人其实都知道，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盟友的意见，不愿放弃核武器的实际可能还是美国自身。